美国口口声声要维持台海和平，王毅直接给出了解决方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期，美国不断在多边会谈的场合提及台海和平对世界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当然，明眼人都知道，美国并不是真心希望台海和平，只不过想以此为借口，通过道德绑架来阻止中国的统一，限制中国大陆对台独使用武力的权利。拜登政府的这套道德绑架玩法，虽然不合法、不合理，而且用在美国自己身上最合适，因为全球和平的最大破坏者就是美国。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拜登的这套言辞对某些西方国家还是很有诱惑性的。毕竟，一旦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确会对全球的经济造成冲击。所以，中国大陆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在国际场合也多次强调要维护台海和平，但绝不承诺放弃用其他方式统一的权利。求锤得锤，美国人冠冕堂皇地说了半天所谓的台海和平，中国果然就给出了一个长期维持台海和平的解决方案。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改变台海现状的是台独势力，台独行径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的唯一出路就是反台独，坚持9·2共识和一个中国的政策。他还特别指出，西方在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坚持尊重领土主权完整，那么在台湾问题上如果不能坚持这一诉求，就是双标。我们要注意王毅的表态，意味着中国在处理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将始终支持领土主权完整这个原则，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西方在很大概率上仍然会玩双标，也就是一边支持乌克兰领土主权完整，一边支持科索沃从塞尔维亚分离出去，一边又在台海问题上坚持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反对武统。所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集中体现在谁能够赢得舆论战方面。俄乌冲突的持续带给美国一个好处，那就是在不断消耗俄罗斯和欧洲的同时，还可以利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景，给西方国家制造焦虑，夸大中国的威胁。但是美国人所谓支持乌克兰领土主权完整的言论，其实也等于绑住了他自己支持台独的手脚。接下来中国还会提出自己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并进一步阐述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理念。如果从道义、法律的角度看，中美在台海问题上展开的舆论战交锋，实际上就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与维护领土主权完整之间的较量。王毅这次表态的巧妙之处在于，充分利用了西方国家要维护乌克兰领土主权完整这个诉求，阐明了中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不可动摇的原则立场。这样，我们就向西方提出了一个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案，同时也给出了维护台海和平的最终解决方案，那就是为了台海的持久和平，两岸必须统一，而和平统一的前提是必须反台独。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大陆未来的对台政策将围绕反台独这个中心展开，从法律层面界定台独行为和台独势力，并且给出具体的处罚规定，台独分子将因此而命悬一线。在中国大陆做好使用武力完成统一之前，台海问题的较量将表现为舆论战。如何塑造对中国更有利的战略环境，是需要一定的外交技巧的。中国的主要策略就是要把美国放在挑衅者的位置上，进一步分化欧美，同时孤立台独。对于那些坚持双标、干涉中国内政的反华政客，我们还得下狠手。俄罗斯在乌克兰打得越久，西方就越能领会维护领土主权完整这条国际规则的重要意义。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规则，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国家的统一，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